水柳头渔村坐落在雪州北部与霹雳南部交界处的沙白安南县，大多数居民是靠出海捕鱼来维持生计。其中，面向大海的一间房子住着一家9口，他们便是季财福一家人。一家人于2018年入信。我是做鱼的一个渔夫啊，从6年级我没有读书毕业，我就跟我爸爸去做工了，做到现在了35年了，做到35年。我早上5点我就起来了，唱题1个钟头我才出去做了。听干部讲啦，又唱题了才去，你才有精神，去了你才可以找到你目的地的位置。从大海回来之后，要处理渔货物等，在太太的协助下，他们处理捕捉到的小鱼、小虾、小螃蟹、蛤等海产拿去售卖，还得洗网补网，一般忙到下午2、3点才能吃午饭，然后继续干活，日复一日，从不休息。不过我1个月中没有休息的，因为我又多赚一点钱嘛，孩子又读书啊，我一定要努力去赚啊。财福有5个10至18岁的孩子靠他养活，此外家里还有2老。为了改善生活，2017年他萌生向兄弟买下家族大渔船的念头，那是他入信前的事。这个决定历经一番挣扎，最终在忐忑不安的心情中买下大船。万万没想到，在买下船的2个星期后，发生了一件事。他的船工驾驶越界，渔船被印尼海军拖走了。还有什么都没有了，每个晚上睡都不能睡的，一直担心，我的心好像很乱这样。我的船每个人都讲不可能回来了。虽然失去渔船，基于责任感，财福坚持还钱给兄弟，所以背负了一大笔债务。他也不敢让疼爱他的父母知道这个消息，生怕他们会伤心。一想到自己让家人的生活更辛苦更难过，他的内心痛苦不已，甚至失去生存的勇气。就我自己想，孩子很小，要怎样去过生活？如果我这样去，孩子老婆怎样就不能了。不能这样丢下妻小，日子再难也要熬过去。财福重新回到与小舢板相伴的时光，他变得无精打采，也很憔悴。妻子看到他这个样子也很难过，于是联络了朋友前来鼓励。他们正式创价学会员。他们讲要努力起球去唱题了，我老婆就跟我讲，没有你努力去唱题哦。就跟老婆2个躲在房间唱，家庭就靠我自己努力去做来过家庭。我们赚多就吃多一点，赚少就吃少一点，然后的家庭这样过日子了。有一次早上出海的时候，天空一下布满乌云，风浪变大，几艘船沉了下去，来得及逃走的船只也不见踪影。一望无际的大海，只剩下财福与他的小舢板。他们距离港口的位置还很远，他面临生死关头。真的是很够力啊，控制不到啊！我的船是静止，惨了，风浪一个一个盖来你就静止，盖来就整。我没办法，我就唱题祈求了，一直大声地喊探求，真的是喊到很大声，因为那边剩我一只船了。这样下去，如果真的沉下去，我生命也拿不到，因为海浪在这样大，我是一个会游泳的人，控不住这个海浪，跟你喊2、3下你就整个肚子吃满，是不可能的。一直进水，一方面进水，一方面又驾船，又怎样去不掉水，是不可能不掉水，越来就越多了。在面临危及生命的瞬间，他秉持绝对要战胜暴风雨的强盛一念，一定要保住生命，一定要活着回家，使劲地驶向港口。终于安全抵达家里，回到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马上跪下去唱题。以前做任何事的他总是先想到我不行，这个想法渐渐转换成我做得到。信仰让财福拿出战胜逆境的勇气，他决心尽领于本尊，全心全意贯彻信心。
人生的烦恼接踵而来。此时患有糖尿病30多年，曾动过心脏手术的母亲，因大脚趾的伤口受到细菌感染恶化，以致必须进行截脚手术。手术后再度受到细菌感染而需急救。财富母亲生命危在旦夕，但通过一家人大确信的祈求，虽然最终截除一条腿，却跨过生死关头，保住了性命。正如池田先生教导，即使有信心，在人生途中仍会遭遇各种问题，宿命的风暴总以出乎意料的方式降临。遭遇逆境还不失明朗的人，最为坚强。手术之后，母亲比以前更健康了。更开心的是，财福唱题的时候，母亲也主动跟在后面一起唱。没有上一本针的时候这边痛到这脚也痛到不能吃啊，要吃一口睡要吃啊。现在没有了，现在好了，我很开心，很好。儿子唱我就唱，我不必再为大病或小病担心。尽管没有了一条腿，也能在屋内来去自如。季奶奶脸上流露的笑容，让人感受到希望。目睹这些实证，中风的季爷爷也入信了，终于实现了一家9口都入信的愿望。自从安奉一本尊之后，家里也成了日间座谈会的会场，客厅、亭子都成了他们欢喜畅谈信心的地方。干部也时常带来学会刊物，例如《宇宙》、《流》、《宝冠》、《新人间革命》，与他们一同学习，加深信心。青年部的会议就得前往较远的会场。孩子要去参加什么会，我就问孩子，除非你们哥哥要去，阿爸放掉一点工，能安排你们去。你们最重要努力去学习，将来你们做一个有才华的人。虽然生长在偏僻的甘榜，但他希望孩子的梦想没有界限。从住家驱车前往雪州文化会馆，来回费时6个小时，但这没有阻碍他们一家认真投入学会的活动，一起参加和平之跑、农历新年亲情会，也参与每次的供养。不认识几个字的财福，甚至与家人一起挑战上日莲佛法入门课程，加深教学。我是不会字，我听着我听不懂，因为我回来我更加努力去唱题，真的是这种回事，我什么都要去祈求。现在他每天唱题后，都会拿起每日御书，努力吸收一文一句。2020年3月碰上全球冠病疫情，随后实施的新冠令，对财福一家生活影响也很大。他们面对海产无人收购的困境，他一直祈求，我也是祈求，一直祈求，真的是有人来跟我们。由于自制虾米货真价实，得到良好的信誉，现在他们不必挨家挨户销售，顾客也会自动找上门。他甚至购买了一艘比较大的船，大大提升了工作的安全性。不止财福，他的家人也一个个有了转变。季太太每天与他一起工作，一直在背后以题目默默支援丈夫。财福对他有着满满的感谢。以前是很暴躁，连孩子不敢靠近我啊。那时候靠近我，他很害怕妈妈会打会骂，改变自己，然后创造这个跟孩子沟通能够亲切一点，那个心没有这么凶了，这是比较温和了咯。他在祈求中渐渐产生从自己开始改变的勇气。他努力阅读学会书刊，尝试改善与孩子的沟通方式。这份心意让孩子的心与他越靠越近。财福的长子顺元比爸爸还早接触创价学会。16岁时，他参加了2018年世界青年部总会。我看到那里的人们那幸福的笑容，还有那强大的执念，想要获得幸福，还有让周围的人获得幸福所打动，所以我决定加入创价学会。开始唱题之后，成绩进步了。最令他开心的是，我提升了我的沟通能力，顺畅的能够和朋友们说话，和长辈们说话，朋友们也越来越多了。唱题呢，对我来说是自己创造幸福。以前不敢表达自己想法的顺元变得越来越有自信。
他甚至不只为自己祈求，也为朋友的幸福祈求。以前话没两句，或是一说话就吵架的家人，现在变得有商有量，一家和乐融融。沟通成为他们的财宝，全家也一同分担照顾年迈亲人的责任。池田先生说，人生相信会碰到种种烦恼，有时也必须面对束手无策的现实。可是遭到同样的境遇，有的人可以勇气十足的前进，有的人则是哀叹悲伤。我的人是很害怕的，我做东西没有一样做会成的，因为我什么都怕，什么都怕。所以我唱题的时候啊，我就一直听人家讲啊，干部他们讲啊，就说狮子王啊，我们是一个佛啊，我们什么都不怕。我也是跟孩子讲，不用怕，我们是佛，因为我们是狮子孔，我们是狮子王嘛，怕什么？我们要坚强。曾经悲叹自己命运的财富，因为有了勇气，不再向命运低头，确信自己有跨越一切困难的力量。我的名字是启财福，新之财的财，幸福的福，有财又有福。人间革命是始自一个人的内心，最终对周围的环境，甚至整个社会造成正面影响的转变过程。一切都始于一个人由恐惧到自信，由破坏到创造，由憎恨到慈悲的内心转变。纪家一家出色地展现了人间革命的实证。